现在金字塔也看完了，我现在准备去体验一下当地的骑骆驼，因为我觉得在金字塔旁边骑骆驼很有异域风情，所以准备问一下，看看价格是多少。All right, one set. I want to go to a night period. Just wait for that. 200 Egyptian pound. No, I want to Okay. give you the good picture with the knife. No, come on, 200. 400. 现在坐骆驼啦。This way. One, two, three. 哇！我感觉特别的危险，因为很高很晃，在这。Excuse me? 哎 All right, just 200 pounds. Right there, take a picture with the nine pyramid and come back. ，OK。他又把我交给别人了，但是确认了一下价格。 You want to go to big panorama, like hour? We ask him. OK。 You don't want, he take you back. But half an hour is 200 pound. Okay. Pound? Yeah. Say more. Mhm. Lean back. Go down here. Before, lean back. Oh my god. 哦，大家如果来看金字塔，一定要记得穿好长袖，或者带上那个防晒的袖子，不然像我这样子，在烈日之下暴晒，我天哪，皮肤都晒红了，估计回去得脱一层皮，真的。但是在金字塔这里骑骆驼，确实是别有一番异域风情。哇，坐在这上面好颠啊！这骆驼走的晃来晃去的，哇！看到了吗？在前面这个就是孟卡拉金字塔，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孙子孟卡拉的。好晒呀！我只觉得在沙漠里边走着，主要是我没有穿长袖，所以胳膊都在晒着。这旁边呢也是大大小小的墓地，这墓地呢就是达官贵人的，就是死后也要陪着法老去给他工作。看前面就是金字塔了，呜呼，到了金字塔啦！耶 ！OK， 拍完照片，现在，It's good. Yeah, it's good. Picture. No. Paramount one line. Oh, but it's too far, right? No fun. No far? 骑这个骆驼真的要抓好紧好紧，就如果大家手脚不好的话，千万不要来骑，很容易摔下去。就它没有什么固定的东西，只靠手抓的。这三个小的金字塔就是法老的妃子，他们的陵墓了。现在来到了9个金字塔连成线的地方。最大的3个呢，就是我刚刚去看的3个了，然后旁边呢还有3个小小的金字塔，最前面那里还有3个，所以一共呢是9个的，加起来。这里拍摄的景色特别的不错，风景很好，就是看到金字塔的全景了。但是过来的路比较远，推荐大家一定要坐骆驼或者坐马车，这样子就不会遭受这个烈日的烤晒了。待会儿呢，我还要坐马车回去的。好多人都是来这里拍照的。走了，回去了。走了。呀。OK， yes。这个坐马车也是很颠的，但是可以享受其中的乐趣。哇，跑起来了！好 riding。哇！
在金字塔这里骑马。这马车跑起来真的是好快哦呦！You are in Africa 。他说我在非洲，这是很正常的。还有这个马车它是有顶的，可以防止太阳晒到，所以呢不会被晒黑。上这个路面，经过那个坎的时候，好颠。我忘记我没有看这个狮身人面像了，所以我让他待会儿就前面放我下来。我忘记去看了，玩得太高兴了。我现在是来到了狮身人面像这里，在我身后呢就是狮身人面像了。其实它的准确的建造者以及建造时间呢，到现在都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大多数都是认为它是哈夫拉在位时期所建造的，因为就在哈夫拉金字塔的旁边。如果大家仔细的看，会发现它的鼻子不见了，就这个人面像的鼻子不见了。关于这个人面狮身像最有趣的一点，其实就在于它原来只露出半个头了，就它半个头以下的位置全是埋在土里面的原来。但是后来呢，被人发现原来它头下面还有一个身子，然后就把它给挖掘出来了。一进来就是很多柱子。据说呢，这里原来就是一座神庙，哈夫拉金字塔旁边的一个神庙，就是祭祀用的，所以呢才会有那么多高大的石柱。其实原来就是一个庙的它的一个支撑的柱子。狮身人面像真的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雕像之一了，人山人海这里。再看看它的鼻子是没有了，据说是拿破仑的时期把它给打掉了，用炮所打掉了。在我看来，任何的物质在时光当中，它都是有限度的。狮身人面像身上其实早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而建造它的材料也并不坚硬，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石像的鼻子是自己掉落的，仅仅是因为风化的结果而已。我原来以为这个狮身人面像很大个的，但是事实上来到它面前，发现它很小个，但是它前面的手很长，你看，前面的手超级长。再仔细看的话，脖子以下是曾经埋藏的痕迹是看得出来的。狮身人面像的头像其实正是法老他自己，因为在古埃及，狮子呢是力量和权力的象征，而人是智慧的创造者，二者结合起来呢，正是王者的形象。实在是太晒了，我感觉回去我的手就要脱一层皮了，真的。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我得离开了。我已经在这里待了4个小时，整整晒了4个小时，实在是受不了了。和金字塔最后拍一张合照。走了，所有的游客进来就可以骑了，他们都在这里坐着这个骆驼。它这个官方价格都不对，半小时是200，1个小时是400。刚刚我骑骆驼还有坐马车，我都给了小费了，因为他们很用心的帮我拍照，然后拍了很多我很喜欢的照片，就是我特别的开心。所以最后呢，我是给了50埃及镑，就是骑骆驼也给了50，然后坐马车也给了50，虽然不是很多啊，因为我看到那些欧美的游客，他们出手就是300埃及镑的。就给他们小费，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出手比较阔绰的。Hello， 各位，我现在已经回来酒店了，洗了个澡，特别的舒服。其实我今天的体验在金字塔里面的体验都还好，没有像大家所说的，像很多人所说的遇到很多骗子。而且呢，恰恰相反，我是不停的在找带着工牌的，就是所谓的骗子。因为呢，他们拍照特别的专业，因为我是一个人嘛，然后我找那些路人帮我拍，但是拍的不好看。所以呢，我就找那些带着胸牌的那工作人员，也要给他们一些小费，让他们帮我拍照。他们可能是帮游客拍的太多了，然后就拍的照片特别的哇塞，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不停的在找，不停的在等，看看有没有主动上来搭讪的。所以呢，我就跟大家的经历完全相反，我反而是希望他们上来找我。很多人觉得他们是骗子，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很棒的摄影师。而且呢，收费很便宜，就给他们20埃及镑或者30埃及镑都可以了，他们都很开心了。然后，如果大家想在景区里面就坐马车或者骑骆驼的话，只要事先谈好价格以及时间就可以了。比如说半小时就是200埃及镑，然后1个小时的话呢就是400埃及镑，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会带你到那个能看得到整个九座金字塔连成线的那个地方。到那里呢，就一般来回都要1个小时了，所以说一般就400埃及镑了。对于我而言呢，这一次金字塔之行真的是满足了，因为我在里面玩得很开心，既拍到了美照，然后又骑了骆驼，骑了马车，然后呢还探秘了金字塔，所以说所有的都打卡掉了。
以后大家有机会来呢，我还是很推荐来金字塔这里看看的，真的，现场看的那个感觉特别的不一般。好了，以上就是我的金字塔之行的视频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